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四姐。有很多网友私信我，咨询我孩子多大出国是最好的年龄。其实呢，我对这一块呢也不是很了解，了解的也不是很透彻。那我今天就说一下我了解的情况，再加上我个人的想法，说一下孩子多大出国才是最好的。在咱们国内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初中或者是高中就送出了国外，甚至前几年还听说过去英国的童子军，都是很小啊，甚至上幼儿园上小学就送到国外了，甚至家长有的都不跟着，可能是有一些托管和这个管理的一些人员帮助管理这些孩子。那你说孩子这么小，正需要家长呵护的时候，把他们就送出去了，并且是异国他乡。首先是语言不通，孩子们就是从小再学语言也不行，也不如母语，在他幼小的心灵应该是有点创伤的。毕竟孩子太小了，他的心智也是不成熟啊。什么叫亲子关系？就是陪孩子成长，孩子应该在父母身边呵护，陪孩子成长，陪孩子玩，陪孩子干一切的事儿，这叫亲子关系。那么亲子关系都没了，这个孩子假如说是长大了很有发展，发展的很好，很出息，那么和父母的关系呢也会疏远的，因为你没有亲情，没有陪伴，他会对这个亲情比较淡薄和冷漠，那你这个孩子真的就是白养了。咱们生了孩子送出去了，咱还得惦记他，还不放心，没有陪伴的幸福。前两天呢，我发了一个视频哈，我就说养孩子是为什么呢？把孩子送出国外，最后呢，咱们老人可能就是那个无依无靠的下场。但是有一些朋友呢留言哈，我看还不少，说胡适说我们养孩子不希望孩子给我们养老，我们要感谢孩子，有了孩子让我的生活变得很幸福很快乐，这就是我的幸福，不需要孩子陪伴。但是反过来又说呢，你生了孩子，从小把他送出国外，首先是这个陪伴的幸福没有了，对吧？另一个是呢，孩子长大他也是一个没有亲情，很冷漠很冷淡的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尤其是对父母那么有亲情。另一个是有很多家长呢，就是初中高中就送出了国外。我身边有几个人有几个孩子是从初中或者高中就送出国外的。一开始孩子肯定是语言不通，送出去要先学语言，要寄宿在外国的家庭。在国内学语言学得很好的话，你到国外也有个适应过程，你得要用1到2年来适应，然后你再学文化课。其实呢，孩子初中到高中这一块呢，出国不一定去到外国的好学校。其实外国的好学校据我了解呢也是很卷的啊，尤其是到了高中据说是外国的好高中呢，人家也不收外国人，所以说去的外国的高中呢应该都是中低下的高中。家长们都是认为把孩子越早送出国外越能融入国外的生活，这一块我认为是大错特错。孩子他正在成长，正在需要家长呵护的时候，让他离开了家长离开了父母，他们去了别人家去居住，并且呢是外国人的家庭。语言首先是语言不通，另一个是他感觉我这是别人家，根本不是我自己家。虽然是父母拿了钱，但是给孩子的感觉他就说这是别人家，我是不自由的。孩子呢心智并不成熟，不是说到那儿了真的就融入了美国的社会。据我了解哈，我认识的几个周边的就是初中高中出去的孩子哈，他们并没有融入美国的当地社会，甚至和当年寄宿的家庭一点都没有联系了。这说明很严重的没有融入到当地的社会。并且就是说，我觉得初中高中在国内呢是正好学习文化的时候，咱们中国的基础教育还是比较强大的。
我认为就是有很多国家都不如咱们中国，初中、高中要在国内学习，上完了初中、高中，打好了这个学术的底子，将来去国外上大学、读研究生呢，都不是很累。到国外呢，也没学到东西，到了大学呢，他会觉得很累。所以说，我认为呢，不要让孩子太小出国留学。第一是孩子太小心智不健全。正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，父母不在身边，他容易产生自卑、孤独、自闭，心理不健康，导致不健康的人格再长大呢，有可能是无法正常的去面对社会，无法正常的跟人沟通，形成性格上的缺陷，对孩子成长是不利的。再一个是呢，就因为孩子小呢，他的性格是不定性的，他容易被国外的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，会学什么赌博呀、游戏呀，还有吸毒了。因为国外呢对这个吸毒这一块可能管理的不是那么严再一个呢，没有家长在身边去管教他，所以说孩子呢容易放纵自己。咱们自己的孩子呢在身边都是每天真的看着他、管着他你一定要学习啥的。那么孩子在国外谁看着谁管着？国外的诱惑又那么多他是讲究一个自由嘛，孩子的自制力又弱，所以说容易被这个社会不良的风气所污染。再一个，我觉得孩子送出去的太早呢，他的心智都不健全，容易什么呢？有自闭、抑郁这一块还有不自信。我的孩子呢是高中毕业以后出国上的大学，这个时候其实我感觉还是挺早的。孩子呢第一年其实也不是太适应美国的生活，经过了这1年多的时间呢，他慢慢适应了，然后到了大2、大3、大4越来越适应。所以我认为呢，大学出去也算早的。我认为是大学毕业读研出去是最好的一个年龄段。他这个时候呢心智都已经成熟了他的适应能力也强了，而且他的独自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强了。这个时候让他出国，家长也放心，对孩子自己呢也是有好处的。我呢今天就谈了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，和我所了解的事情来分享给朋友们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。好了，今天我就说到这儿吧，感谢收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